黄房间的秘密。加斯东·勒鲁。第23章。双重踪迹。我还没从那惊人的发现中回过神来，我的年轻朋友就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跟我来。”去哪里？我问道。去我的房间。我们去那里做什么？思考。我承认，我当时完全无法思考，甚至连最简单的事情也想不了。在那个悲惨的夜晚，在那些恐怖程度与其荒谬性不相上下的事件发生之后，我无法理解约瑟夫·鲁莱塔·比尔怎么还能假装思考，一边是看邻人的尸体，另一边则是可能正痛苦挣扎的斯坦格森小姐。然而，她做到了，带着如同身处激战中的将领般的冷静。她关上房间的门，给我指了一把扶手椅，自己则在我对面坐下，然后自然而然地点燃了她的烟斗。我看着她思考，然后我睡着了。当我醒来时，天已经亮了。我的表显示8点。鲁莱塔·比尔已经不在那里了，他对面的扶手椅空着。我站起身，开始伸展身体。这时门开了，他走了进来。我立刻从他的脸上看出，在我睡觉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浪费时间。斯坦格森小姐怎么样了？我突然问道。她的情况令人担忧，但并非绝望。您离开房间很久了吗？天刚破晓时。您工作了吗？做了很多。您发现了什么吗？一串非常清晰的双重脚印，它本可以迷惑我的。它没有迷惑您吗？没有。他向您解释了什么吗？是的。关于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看邻人尸体。是的，现在那具尸体完全可以理解了。今天早上，当我在城堡周围散步的时候，我发现了2种不同的脚印，它们是今晚同时留下的，并排而行。我说同时，逐渐冷却了，把嗨，我进逐渐冷却了，逐渐冷却，不可能有其他的方式，因为如果其中一串脚印是跟着另一串脚印走的，它们就会重叠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一个人的脚步没有踩到另一个人的脚步，不，那是些仿佛在互相交谈的脚步。在庭院的中央，双重脚印离开了其他的脚印，朝着橡树林走去。我也正要离开庭院，眼睛紧盯着线索。这时我遇到了弗雷德里克·拉尔桑，他立刻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因为那双重脚印确实值得我们注意。我们又在那里遇到了双重脚印，就像在黄色房间案件中一样，粗劣的鞋子和雅致的鞋子。但是，当在黄色房间案件中，粗劣的鞋子只陪着雅致的鞋子到达池塘边，然后消失。所以拉尔桑和我都推断这2种脚印属于同一个人，他只是换了鞋子。在这里，粗劣的鞋子和雅致的鞋子则是一同前行。这样的发现足以让我怀疑我之前的想法。拉尔桑似乎和我想的一样，所以我们弯下腰，像猎犬一样嗅闻着那些脚印。我从钱包里拿出了纸鞋底，第一个是我先前在拉尔桑发现的雅克爸爸的鞋印上，也就是那些粗劣鞋印上剪下来的，与我们眼前其中一串脚印完全吻合。第二个纸鞋底是雅致鞋子的，也与相应的脚印吻合，但在鞋尖处略有不同。总之，这个新的雅致鞋印只在鞋尖处与先前那个有所不同。据此，我们不能断定这个痕迹属于同一个人，但也不能断言它不属于他。那个陌生人可能穿着不同的鞋子。始终循着那双重足迹，拉尔桑和我走到了橡树林的出口。
并到达了我们初次调查时的那个池塘，但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串痕迹在那里停下，两串足迹都沿着小路，一直通往埃皮奈的大路。在那里，我们遇到了一段新铺的路面，上面什么也看不到了。我们一言不发地回到了城堡。到达庭院后，我们分开了，但是循着各自思绪的路径，我们又一次在雅克爸爸房间的门口相遇了。我们发现这位老仆人躺在床上，看见椅子上放着一些脏得不成样子的衣服，而他的鞋子，一些我们熟悉的鞋子，则沾满了泥。当然，雅克爸爸并非在把看邻人的尸体从庭院尽头运到门厅时，也不是在去厨房找手电筒时，才把鞋子弄满泥，把衣服弄湿的，因为那时并没有下雨，但在此之前下过雨，在此之后也下过雨。至于他的脸，实在不怎么好看，他似乎反映出极度的疲惫，他那双颤抖的眼睛从一开始就惊恐地看着我们。我们盘问了他，起初他回答说，在管家去找来的医生到达城堡后，他马上就上床睡觉了。但是我们紧追不舍，证明他在说谎。他最终承认，他的确离开了城堡。我们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他头疼，需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，但他并没有走到橡树林以外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向他描述了他所走过的所有路径，就好像我们亲眼看见他走路一样。老人坐了起来，开始发抖。您不是一个人去的，拉尔桑喊道。雅克爸爸说，那么您看见他了？我会看见谁呢？他问道。哦，那个黑色的幽灵。然后雅克爸爸告诉我们，他已经有好几个晚上看见那个黑色的幽灵了。他在午夜时分出现在公园里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敏捷在树木间穿梭。他似乎能穿过树干。有2次，雅克爸爸在月光下透过窗户看见了幽灵，他都站了起来，果断地出去追捕那个奇怪的景象。前天晚上，他设法追上了他，但他却在塔楼的拐角处消失了。最后，今晚，在离开了城堡之后，被刚刚发生的新罪案的想法所困扰，他看见黑色的幽灵突然出现在庭院中间。他跟着他，起初很小心，然后更近地跟着他，穿过橡树林和池塘，一直到埃皮奈的公路。在那里，幽灵突然消失了。您没看见他的脸吗？拉尔桑问道。不，我只看见了黑色的面纱。在走廊里发生的事情之后，您没有抓住他吗？我不能，我吓坏了，我几乎没有力气跟着他。您没有跟着他，雅克爸爸，我用威胁的语气说，您和那个幽灵一起走到了埃皮奈的公路，你们是手拉着手走的。不，他喊道，下起了倾盆大雨，我回来了。我不知道那个黑色的幽灵怎么样了，但他的眼睛避开了我的目光，我们就把他留在了那里。同谋，我用一种奇特的语气问拉尔桑，直视着他的脸，想探究他内心的真实想法。拉尔桑双手举向天空。谁能知道呢？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谁能知道呢？24小时前，我本来会发誓没有同谋的。他把我留在了那里，告诉我他将马上离开城堡去埃皮奈。鲁莱塔·比尔讲完了他的故事，我问他：好吧，您从这一切中得出了什么结论？说实话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听不懂。总之，您知道了什么？一切。他喊道：一切！我从未见过他的脸如此容光焕发。他站起身来，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。
那么，向我解释一下，我请求道。我们去看看斯坦格森小姐怎么样了，他突然回答道。